保洁阿姨突然撕掉了她的面具和头巾，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。她这样做全是为了悄悄和明星男友见面。多多这样伪装自己已经整整7年了，她每一次都能轻而易举地糊弄过去保安，甚至保安大叔还误以为她是个老太太。多多羞笑了一下，提起垃圾桶就准备溜走，结果又被保安大叔叫住了。保安大叔还热心地递给她一瓶保健酒，他叮嘱道：终于她来到了男友家。多多从垃圾桶里拿出了藏着的礼物，想要见到男友真的不是件容易事。她用棉签清理掉面具上的胶水，撕下了布满皱纹的假脸，又取下了那顶灰白的假发。多多恢复了她年轻美少女的模样。她在桌上点满了蜡烛，房间里也挂满了彩色气球，戴上了一个可爱的礼帽。她专心地观看电视上的颁奖典礼。多多非常期待，因为今晚她的男友阿俊将会获得年度最佳男主角奖。阿俊曾经向她承诺，如果他获得最佳男主角，他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他们的恋情。多多终于等到这样的一天了。此刻他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台上的阿俊，但是阿俊在致谢时感谢了导演和经纪人，甚至连一同拍戏的群演也一一致谢，却没有提到半句多多。就在他感到失望的时候，阿俊又拿起了麦克风，说到他忘了感谢一个最重要的人。多多以为自己的时刻到了，他含泪期待阿俊召唤他的名字，然而事情并不如人愿。多多愣住了，没想到自己连宠物狗都不如。阿俊表彰的旺才此刻得意洋洋，他还在他的裙子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失望透顶的多多给男友打了电话，但阿俊瞥见了身后的记者，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阿俊看着手机上多多的信息，却没有回复任何一条。不仅如此，还叫上大家一起回家庆祝，他却浑然不知。此时此刻，多多正蹲在家中等他。多多听到外头响动，慌乱中找地方躲起来。此刻他躲在厕所里，却怎么也出不来。看到了熟悉的经纪人，多多抓起一双臭袜子，想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结果依旧是白费力气。他又随手拿起一条内裤，转头一看，经纪人已经离开。多多绝望地坐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阿俊打来电话，但不巧的是，手机居然没电了。刚点燃的希望瞬间熄灭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人要用厕所，结果发现厕所门怎么也开不了。原来多多正在里面死命拉着门，门外的人呼朋引伴，门依然纹丝不动。多多实在太拼了，他就像变成了拼多多，连最强壮的男人也无法推开拼多多的门。直到阿俊出现，他大概是想增加点绯闻，热情地走过去开门。经历了3轮较劲的多多，终于抵不住这最后一击，一边死命抓着门，一边伸手去抓面具。阿俊紧咬牙关，拼尽全力，终于把门打开。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还以为她是清洁工，却注意到她手里的东西，正好面具掉在地上。记者们纷纷拿起相机，追问阿俊是否认识这个女人。他看了一眼经纪人和老板的脸色，阿俊只得含痛撒谎，称多多是个跟踪者。多多心里冷如冰霜，接着被带到了警局。警察展示了那件内衣，询问他所说是否属实。为了保护男友的名声，多多只好认了，趁机把心里的话也倾诉了出来。他有多渴望能公开与阿俊约会。阿俊提出和解，不久他便被释放了。但面对让他心寒的男友，多多提出分手。就这样结束了7年的感情，心碎再难受也得好好工作。第二天，多多早早起床，去签收他前几天购买的道具假人。当他打开箱子，却看到这个假人简直逼真到极点。女孩买的是人形玩具，却发现假人的逼真程度惊人。他忍不住去摸，想感受一下假人的质感，没想到突然失去平衡，假人直挺挺地倒向他。在摔倒的一瞬间，多多不小心吻到了假人的嘴巴，这触感真是奇妙。回神后，他赶忙站起来。这时房间里的灯全都亮了。多多回过头，假人竟然动了起来，还开始和他打招呼。看着他向自己靠近，多多吓得转身就跑。当他开车想逃离，那家伙傻乎乎地站在车前，他来不及刹车，一下子撞飞了8米远。完了，这下可出事了。刚从警局出来，又得进去。多多急忙下车检查，发现男人的胳膊都变形了。他赶紧把他弄回原位，低头一听，已经没有心跳了，四周无人。他只好拖着男人的腿，他闭着眼睛将他拖进了车内，打算马上送他去医院救治。然而车后座的男人突然坐了起来，多多被吓得尖叫出声，手抖的方向盘都握不稳，汽车开始摇摆不定，最终撞上了路边的建筑工地。多多等到清醒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了。护士告诉他是个英俊的男士送他来的，他还自称是他的男朋友。多多急忙走到病房外，果不其然听见了阿俊的声音，但他一看过去，原来是阿俊主演的电视剧正在播放，声称是他男友的人却是一个陌生的男性。这人的身体素质真是惊人，周围的女生们都羡慕多多有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。多多忙着解释，他并不认识这位男士。他向他要了电话号码，男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还拉起多多的手，说他这辈子只爱他一个。多多感觉他脑子有问题，男人却说因为他亲了他，他得对他负责。趁男人被医生叫走的机会，多多捂着脸悄悄溜走，没想到男人竟然追了过来，这让多多怀疑他是不是变态。他
她慌忙坐上出租车逃了5公里，但当她下车时，男人又出现在她身边。多多更加慌张，她躲进了一个无人的小巷，却发现男人还是紧随其后。她跑进了一座废弃的仓库，拿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结果手机没电了，不小心被东西绊倒，头顶的钢筋筒正朝她头顶落下。钢筋即将落下，女孩危在旦夕，一个男人挡在了她的前面，胸口被钢筋穿透，却奇异的没有流出血来。男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。多多看到他胸口被钢筋穿透的洞，里头空无一物，只有些碎裂的机械部件。此时多多才明白，他原来是个机器人，但这不是一般的机器人，他是耗资巨大打造出的，具备人类情感的爱情机器人。09淡淡一笑，连尼姑都会为之动心。从天真的小女孩到成熟的阿姨，没哪位女性能抗拒她的魅力。为了提升09的性能，小南偷偷让她看教育视频。09的学习能力也很出色。今天是09诞生的第1周年，小南为她准备了生日蛋糕，09却用杯子把蜡烛浇熄，以为这是在考验她的安全检测功能。看来生日模式还得再调整一番，否则下周要是被新主人退货，那可怎么办？本应是把09送到新家的快乐事，但小南看到新主人资料后，就再也笑不出来。电脑屏幕上的那个女人名叫戴安娜，小南对她并不陌生，她自己制造的07号机器人就是被戴安娜毁掉的，因为长期遭受虐待，07号已经无法修复，只能选择销毁。于是他决定偷走09，藏匿在物流中心，意外的被送到多多家。小南修复了09的损伤，打算带他离开，但09不肯走，他已认定多多是主人。既然09已经做出选择，就让他留在多多这里，认为多多是他的主人，那么不妨让09留下，完成他的最终测试。但多多实在不愿意，1周太长了，和这样一个古怪的机器人，1天都让他难以忍受。小南拿出账单的时候，告诉他得支付1亿8000万维修费。多多哭也哭不出来，他要还70年的债也还不清这笔钱。多多左右为难，09马上站了出来，当初真不该给他装那么大力气的胳膊，第一个吃苦的却是自己。多多被他俩吵得头都大了，无奈只好答应。小南留下了操作手册，说1周后回来接09，然后就离开了多多的家。09初次来到新家，他开始扫描周围环境，收集主人信息，清除了一下房间的装饰品，发现主人可能有点懒，榨汁机用来舀药，电饭煲放药品，吹风机在烤箱里，这家里哪儿都不对劲。09怀疑主人可能有早期痴呆，打开了冰箱，情况更糟，那里更像是个衣橱，到处都是细菌，坏掉的家电堆满了屋子，都落满了尘土。为了赢得新主人的喜爱，09打算帮他打扫一下，但多多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，也不喜欢09总交他女朋友。多多感到无可奈何，怎么指望一个机器人懂他的心思，只能忍耐几天了。转眼间，多多发现他的留声机不见了，09急忙报功，原来是他把家里的垃圾都清理掉了。可他不明白，那是多多父亲的遗物。多多气得走了，命令09待在垃圾堆旁不许动。但他回家后思索，如果09丢了，他得赔一大笔赔偿金。于是他走出门寻找，却哪里也找不到人。这个机器人被抛在垃圾堆，无意中碰到一对吵架的情侣，他们的争吵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男的卑微的向女的认错，而那女的不断的辱骂她男朋友。男的还是想挽回，女的却越来越生气，一抬手就打。09突然站在了他们中间，阻止了女的暴力。09好心劝架，却激怒了女的。女的去推09纹丝不动。女的吼叫让他判断，这哥们现在吃亏，他得保护这哥们。女的气得不行，踢向09，就像踢到铁柱子，瞬间痛得腰都直不起来。男的突然硬气起来，抓起09的衣领，想为女朋友出气。多多赶到这里，警察已经到了。女的在那控诉，说09打她了。警察问那男的，在女朋友威胁下，男的也跟着说。09很失望，他是为了帮那男的才动手的，结果两人反指责他。警察找09要身份证，他是机器人，哪有身份证？多多看这情况不对，如果09被抓，他还得赔钱。犹豫不决，09在人群中看到多多，大声呼唤，周围人都看向了他，现在逃也逃不掉。想到那笔赔偿金，多多只好走上前帮09摆平事情，指向不远的车辆说，想弄清真相，查看行车记录仪就知道了。女人开始感到不安，大哥不愿再自责，他主动承认09是帮他才介入争吵，并没有真的动手打人。大哥道了歉，带着他那尴尬的女朋友走了，多多也带走了这个惹事的机器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不知道机器人男友会做些什么。男孩空手拿起2个灯泡，下一刻灯泡在他手中亮了，他居然能发电。原来09是机器人，耗资巨大打造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他毕竟是机器人，总不能一直穿浴袍出门。于是多多悄悄来到剧组的仓库，想给他找套衣服，没想到多多声音那么大，多多急忙让他小声一点。俩人刚找到衣服间，就听见门开的声音，急忙躲到角落里，躲开了保安的巡逻。保安还好心关了灯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09拿起旁边的灯泡，灯泡在他手中亮了，多多看得目瞪口呆。他又拿起另一个灯泡，再次展示了一遍。百亿造价的机器人真牛，手还能发电，以后出门
再也不怕没充电宝。09得意地展示着2个灯泡，亮得多多睁不开眼睛，赶紧选衣服。09发现门被锁了，多多看着很焦急，他茫然转身，一下子就把门把拉坏了，又向多多炫耀了一番。门虽然开了，但警报也随之响起。他们抱着箱子疯狂奔跑，成功甩掉了保安，带回来的衣服一个正常的都没有，甚至还有夸张到离谱的古装。09选择了一条红色秋裤，问主人这样穿对不对？衣服问题总算是解决了。多多回到房间脱掉外套，本来想直接上床睡觉，没想到09又跟了进来，一把将多多抱住，深情地看着他。他打算尽情发挥自己的功能，充分体现作为恋爱机器人的价值。多多又惊又喜，让他快点放开。没想到09一松手，多多摔了个坐地。09却完全不觉得自己做错，因为机器人的使命就是绝对服从主人。多多被他气笑了，多多愤怒地哭喊。09想了一会儿，又笑了起来。多多伸手去关闹钟，却碰到了另一只手。多多吓得一下子清醒，只见09穿着监狱制服，一脸明媚地坐在床边，这是他那独特的闹钟功能。多多走出房间，09已经准备好了早餐。多多去上班了，09在家也没闲着，他单手扛起洗衣机，轻轻一摸，马上就知道哪里坏了。经过他的修理，坏了多年的洗衣机又能正常工作了。他站起身来观察外面的晴空，根据湿度和风速，竟判断出不久后会下雨。此时身为化妆师的多多正在给男2号化妆，男2却一直在说阿俊的坏话，他俩明明已经分手了。多多心里始终忘不了前男友，听着就越来越烦躁，化妆的手力道也不自觉重了。结果男2号抱怨连连，多多终究没忍住，为阿俊辩护起来。男2号却将怒火转向他，多多气得转身就走，男2号还在后面死缠烂打，甚至公然骚扰。阿俊看不下去了，正准备介入，结果被穿着古服的09抢了先。09帮多多摆脱了困境，还当场宣称她是自己女朋友，轻轻一推，男2号就被推飞出去好远。多多拉着09快速离开现场，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，原来09是担心多多会淋湿，特地跑来送伞的。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。才失业几天的前男友阿俊心里感觉挺不是滋味的。回家的路上，一辆车飞驰而过，溅起的水花漫天飞扬。09赶紧保护多多，多多换了衣服出了房间，就见到09油光满面的靠在墙上，衣服穿的有点邋遢，说的话也怪异。09把披风一甩，横抱起多多，多多使劲挣扎，但09还是把他放到了留声机边。原来多多想多了，09只是想展示他修复的留声机。女孩捡到了一个机器人，第一天到家就把他所有的旧家电都修好了，电饭煲又能煮饭了，坏了很久的微波炉也恢复运作，连冰箱都清洁如新，还塞满了新鲜食物。因为多多有个特殊的功能，他动过的电器总是会不明原因的坏掉，所以他多年来都没怎么用过这些家电。而现在09把它们修得跟新的一样，09也把它存在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。09空手就能举起几吨重的游戏机，让多多打扫起来方便到不行。看他打扫的辛苦，09就拿来坏掉的吸尘器，轻轻一按，吸尘器瞬间恢复如新。意外的，09还找到了多多藏了好多年的私房钱。有了09在，多多的特殊能力也不再失控。好久以来，他终于可以正常使用电器。这时候朋友小丽来访，多多让09藏起来，绝不能让小丽发现。一旦小丽知道09的存在，不出一天，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秘密。多多再三叮嘱，然后把09锁在洗手间。多多找尽借口，才终于把小丽攀走，却没想到刚送走小丽，多年的便秘突然好转。小丽急忙跑回来，喊了半天也不见多多，她直奔2楼洗手间。就在她要推门的瞬间，却被多多拦下。多多借口说马桶堵了，小丽只好外出找公共厕所。这时里面传来巨响，小丽又折了回来，担心多多家有贼，坚持要进去查看。但门一开，洗手间空无一人，只见破旧的柜子静静站着。小丽的紧张感顿时消失，只得又回家等待。多多抬头一看，发现09手里拿着2个马桶塞，正悬在天花板上。09在他家的日子还会上演哪些趣事？家里的佣人不小心把滚烫的开水溅到财阀小姐手上，他连忙道歉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但小姐却浑然无觉，取下了手套，露出了一只机械的假手，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哪知道他竟然把戒指扔进了茶壶里，命令佣人把戒指取出。佣人手抖着伸了进去，看他动作慢吞吞的，小姐一把抓住他手就往茶壶里按。佣人哭着求饶，他却笑了，觉得不好玩了，这才放手，用他的机械手轻松取出戒指。他叫做戴安娜，是个顶级财团的唯一继承人，却很早就孤苦伶仃，只留下一大笔遗产给他。14岁那年家中起火，亲戚们等着他死，好分割他的财产，没人来救他。他虽然活了下来，却失去了一只手，性格变得更加怪异。只因为佣人给玩偶穿错衣服，他就把佣人当作玩具，甚至剪掉了佣人的头发。没人敢反抗，害怕遭受更残忍的对待，但还是没人愿意离开，因为他发泄后都会给佣人很多钱。多次被背叛的戴安娜对人心失望，她找到了一个秘密研发机器人的组织，花费1元造了个高智能机器人，当成了自己的新玩具。却没料到这机器人09
跑错了地方，来到了多多家。多多的前男友阿俊心里还念着旧情，突然来访，却看到了09这个不认识的男人在摆弄多多的衣物。原来机器人在帮忙晾衣，而前男友却突然出现，误以为09是个坏人，想要上前教训他，结果被09轻松制服，推出了门外。阿俊不甘心，再次动手，依旧被09轻松制服。09抓着他的手臂转了一圈，捡起旁边的衣服，迅速将他捆绑起来。多多刚好出门，正巧目睹了这一切。阿俊喊着让他快报警，却听到09叫多多女朋友，顿时感到头顶发绿，挣脱了09的控制，向多多追问他们的关系。怎么才分手2天，就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？听到多多亲口确认，阿俊又是哭又是笑，反过来被多多质问为何会来这里。环顾四周，只像一只咸菜坛，说他是来取自己的东西，说这是顶级大师制作的辣椒酱，非常珍贵。但打开一看，辣椒酱几年前就已经吃光，只好轻拍坛子，说坛子也是大师的作品。阿俊最后只能空着手拿着坛子回家，接受不了多多身边有了别的男人，气得在地上打滚。第二天多多为他化妆，他却各种挑剔。顶级男星和化妆师暗恋7年，分手后故意找茬刁难前女友，对多多化的特效妆各种不满，要求一次次重化，弄得困得直打哈欠，还要从头再来，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。下一个场景需要的道具竟然忘在家里了，没带来。09在家忙个不停，听到有人按门铃，开门一看是个表情冷漠的大叔，原来是多多叫的跑腿服务。09把道具箱交给大叔，大叔却说没办法半小时内赶到，无论出多少倍的工资也不行，那根本不可能。听到这番话，09开始沉思，他换上了跑腿的装备，亲自决定送道具给多多，一路上尽走捷径，即使被铁架撞到也没停下。最后在拍摄开始前，及时把道具送达。目睹09摘下头盔的英俊面容，女生们都心动不已。离开时频频回头，这次09帮了大忙，多多非常感激，态度也没以前那么冷淡。但09被撞的手臂开始出现异常。晚上09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等待多多回家，右手突然失去控制，反应不及，系统强制将它关机。多多回家看到09静止不动，怎么叫也没反应，一摸发现烫得厉害，这才觉得情况不妙，急忙联系小南，却不知小南为躲追踪，已经丢掉了旧手机，电话打不通，09还是没醒。多多只好自己尝试修理，动手修复这个价值连城的机器人，拿起一根粗如筷子的注射器，刺入男人脖子后方。男人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又拔出注射器，戴上手套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瞄准颈椎的位置，再次刺入。机器运转声随之响起，原来他是机器人。多多正要离开，被一只手抓住。09已经苏醒，修复的速度真快，刚才还冒着热气，现在像没事一样。两人一同出门散步，四周一片黑暗，但是09一靠近，破旧的路灯又亮了起来。因为今天09提供了很大帮助，所以多多也承认了他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贴纸，粘在09肩上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这台价值数十亿的机器人 A 级评价似乎太低，于是又拿出一张 A 加的贴纸，重新贴在他身上。尽管两人现在相处很愉快，但小南一早就打电话来了，1周的男友体验期结束了，他联系了广州的一个教授，今晚就要坐船离开韩国。临行前09拿起一个贴纸，贴在心口位置，今晚12点过后，他的系统将会重启，但他不愿意忘记多多。才走没多久，09就让小南停下车，他猛地拽下了通风口，发现里面不知何时被人放了个追踪器，他们的去向已经暴露，部长已经抵达附近。当他们找到小南得车时，车里却空无一人。看到两人逃跑，他们急忙追了上去，来到一个岔路口，小南和09分开了，他们放弃追小南，现在主要任务是抓09。两人追得满头大汗，也没追上09，抬头却见他坐在那儿。大黄立刻上前抓他，才发现是换上09衣服的小南。趁着两人坐下歇息，小南突然跑了，两人紧追不舍，却被小孩子们挡住了。坏叔叔，还我自行车！而小南已经骑车飞快地逃跑了，他们只顾追逐，却忽视了周围情况。他刚走下车，一辆小货车突然撞了过来，在码头09等了好久，小南还是没出现。他走到了垃圾桶边，一个流浪汉正带着他的狗翻找垃圾，却意识到自己的地盘被占了。09不去搭理他，继续搜索垃圾桶，这激怒了那位大叔，掏走上前去教育这个不懂规矩的新来者。真是不知道规矩。09依旧不搭理，正当大叔想要动手的时候，一把雨伞突然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大叔疑惑地接过雨伞，09对他露出了微笑，然后抱着纸箱走了。大叔感到困惑不解，忽然雷声轰隆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大叔急忙打开破雨伞，覆盖在小狗身上。而此刻的09脑袋上顶着纸箱淋雨，宛如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突然风吹走了多多给的贴纸，他抛下纸箱在雨中去追。这时一个雨伞遮住了他的头，是多多来找他了。原来多多收到小南发的信息，知道了09的所在，请求他再收留09几天。当大黄和部长赶到时，码头上已经不见了人影。多多递给09一条毛巾，但09不懂他的意图，
于是他亲自帮林九擦干身上的雨水。这么贵重的机器人，要是进水坏了怎么办？那就得赔钱了。因为今晚林九没有被重置，他与多多的男友体验开始了正式版的生活。第二个清晨，林九紧紧抱住多多，和之前7天的体验完全不同。多多急忙挣扎着，而林九满脸困惑。今天开始，我们的正式版正式上线了。体验版的话，只能算是玩玩暧昧，正式版就是要开始正儿八经的谈恋爱了。林九马上就融入了这个角色，开始吐槽多多的裤子太短了。他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想要帮他遮盖，又递给多多一枚戒指戴上。这枚戒指戴上之后，林九就可以感知到多多的情绪变化。如果戒指的宝石变黑，那就意味着他心里不开心；而变成粉色，就表示他很幸福。多多却觉得这像是被监控了，感到不自在。但是每当林九走近，戒指就会忠实地展现出粉色的光芒。多多虽然心里不爽，但还是把他推开了。他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。自从和阿俊分手后，多多就再也没有接到化妆工作，这样一来收入也就断了。他只能通过做手工艺品来赚点小钱。正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小丽打来的电话。她叫多多一起去做兼职。对于现在的多多来说，这简直是及时雨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林九也跟着去了。他原来是想去打工，想帮多多分担一下压力。这个长得帅气的机器人一上班，就吸引了一大波追求者。多多在一旁看着，心里酸溜溜的。他才发现林九竟然这么受大家欢迎。多多忙着搬大箱子，林九赶紧想要帮忙，却遭到了他的冷嘲热讽。林九却不懂，嫉妒也是人类的一种情感。看到有人围观，多多凑过去看热闹，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。他弯下腰去捡东西，结果东西被踢得越来越远。他没站稳，一头撞进了一个人怀里。那个人居然是他的前男友阿俊。原来阿俊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给粉丝送拥抱的活动，周围的记者都在拼命拍照。阿俊紧紧抓着不放手，直到林九走了过来，他这才松开了多多。台上的气氛明显变得微妙，经纪人急忙让主持人上台化解尴尬，让观众误以为这是预设的剧情，宣称多多是阿俊的铁杆粉丝，引导他们再次拥抱。观众们开始起哄。阿俊转过身打算拥抱多多，却被林九一把拉开。林九用力把他拉进自己的怀里，阿俊挣扎着，却无法挣脱林九的机械臂。主持人再次上前化解尴尬，说他主持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遭见到如此热情的男粉。一天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，林九赚了一笔不小的工资。女经理还对他说，下次他若再来兼职，工资会翻3倍。钱果然是最好的动力，这让林九开心极了。回家后，多多开始计算账目，可算来算去还是亏空。突然家里的灯全灭了，林九挂着小彩灯走了过来。他说要从今天开始帮多多节省开支，还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他，希望这能减轻他的压力。而阿俊那边就有些郁闷了，他拿出一个戒指盒，盒子里是一枚求婚戒指。本来他打算在颁奖典礼那天求婚的，却计划泡汤了。盒子里全是威胁他必须和多多分手的照片。为了多多的安全，他不得不和他分手。一心一意的明星前男友，与粘人的机器人现男友相比，多多该怎样选择？男人被女人公主抱到医院，不慎撞到墙上，痛得他又清醒了过来。眼前这位英勇的女性，让他心中涌动着感情。上次小南逃跑时，险些被货车撞到，幸亏他反应敏捷，但也摔得浑身是伤。没想到又是这种情况，感到一阵眩晕。又一次跑到马路中间，驾车的小熊赶紧刹车，虽然避免了撞击，但仍然被吓昏过去。小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，以为他是故意碰瓷的流浪者，蹲下一检查，发现还有呼吸，想打电话求助，却发现手机没电，只好决定送他去医院。拉着小南的腿，把他拖进车里。半路上小南苏醒了，小熊被吓得发了条急电。小熊一边开骂，差点又撞上前车，车子在原地打了个圈，安全气囊全都弹出，小熊的脖子也打了石膏。他考虑向老板申请工伤，老板阿强批准了他的请假，但小熊不能上班了，他手下的艺人阿俊需要临时经纪人，阿强只好亲自出马，拿着满手的衣物，撞见了送多多上班的林九。林九那张出众的脸庞立刻抓住了阿强的目光，于是第二次见面，阿强毫不犹豫地搭讪林九，林九就这样成了他现女友的前男友的替代经纪人。阿俊一见面就开始审查，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，主修是什么专业，家住在哪里，父母是做什么的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，在哪里相遇的。问的林九直接死机，连阿强都忍不住吐槽，你这是来相亲的吗？即便如此，阿俊还是想给林九难堪，让他跑到很远的地方买咖啡，还要求在冰块融化前送回。对于一个智能机器人来说，这简直不是问题。阿俊瞥了一眼手表，等着看林九会不会放弃。意外的是，他很快就回来了，而且冰块居然一点没化，口味也和阿俊平常喝的一模一样。但阿俊觉得这还不够，他又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，让他跑到更远的唐人街买一份还没凉的炸酱面回来，而且面条不能粘在一起。林九再次踏上了路，只为了那碗热腾腾的炸酱面，他竟然把厨师直接带回了家。大厨一声雷猴，俩人立刻行了个礼。原来林九早有预谋，他知道即便是打包带回来，面条也难免会结块，所以他索性把大厨请来了。大厨一顿粤语快聊，阿俊听不明白，林九却流利的翻译。谁知大厨还是阿俊的粉丝，
两人对此感到非常惊讶。林九却淡定地说：“他通晓8国语言，真是难得一见的才华。多亏了林九，他们才能品尝到刚做好的炸酱面，那味道真是好极了。”林九也因此顺利通过了考验。明天就要开始正式工作了。第一天的任务竟是陪阿俊去健身。林九发现这超出了他的体能限制，原本是帮阿俊减肥，可阿俊却不让，智商上不是林九的对手，他决心在体能上取胜。阿俊满怀信心地躺下，示意林九看好，他要展示如何举重，拼尽全力，总算勉强把杠铃举起。可是没多久，他就支撑不住了，急忙叫林九帮忙。林九单手就轻松地接过了杠铃。阿俊再次败北，不甘心的阿俊又提出挑战，让林九尝试电击健身。他偷偷对教练说，把难度调到最高。没曾想电一通，健身房瞬间黑了，林九全身遭电击，叫也没反应。多多担心林九出事，跟过来了，正巧目睹了这一切，急忙跑了进去。林九进入待机状态，电又来了，教练要叫救护车，被多多制止了。机器人怎么送医院呢？不一会儿，林九又启动了，跟没事人一样。教练急忙撇清关系，我们的器材是没问题的。林九傻乎乎的同意。阿俊目送他们离开，却感到有哪里不对。一个人在高处，正准备往多多头上扔花盆，男人站在高处，要往女孩头上扔花盆。林九以极快的速度追上去，从几十米高的楼顶跳下，稳稳地站稳了，提起罗图的裤子，把他甩出去10米远。罗图吓坏了，明白眼前这个不是普通人。罗图被抓到了警局，阿俊怒气冲冲地抓住他衣领，原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匿名的威胁信，要他和多多分手。阿俊非常自责，觉得自己害了多多。正当他以为抓到幕后黑手，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，原来罗图只是被雇来的，真正的坏人还在继续威胁，如果继续跟多多来往，多多会有生命危险。阿俊只能远离他，工作时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。相比之下，林九过于热情，竟然大声说出我爱你，同事们都惊呆了。多多连忙捂上他的嘴巴，胡编乱造说这是他从国外回来的表弟，思想开放得很。但多多帮忙擦拭身上的水珠，让林九感到吃味，一把夺过小丽手中的水瓶，自己也弄湿了一身。多多把他拉到无人的屋子里，告诫他以后别在人前这样，否则麻烦大了。没等多多说完，林九就将他壁咚，表示会听他的。多多怕别人看见，只得顺从。没想到这一幕被小帅撞个正着，多多走上前想要解释，却被小帅厌恶的回绝了。你们不是说是兄妹关系吗？这是什么行为？为了避免更荒唐的误会，多多不得不承认林九是她男朋友，并请小帅保密。这时候林九真正的主人戴安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她的新玩具还没到手，在家里怒气冲冲，向开发公司发出最后警告。部长束手无策，决定亲自去把林九夺回。他们闯入了多多的家，能否成功带走林九呢？2名男子突如其来的闯入女孩的家，因为他家住着一台机器人。看到多多手上的戒指，男人们更加肯定林九就隐藏在这里。多多正在辩解之际，林九竟自行走了出来。多多拼命想要拦住，却被大黄一推就开了。林九这才察觉到面前的人是威胁，林九立即不再动弹，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倒下，看得旁人都觉得头疼。3人正试图夺取林九，这时阿俊赶到了现场，他还不知道林九是机器人，以为那2个人是私闯民宅的小偷，况且林九现在担任他的经纪工作，不可能任人带走，于是介入阻止。大黄私下提醒部长，阿俊可是著名演艺人员，一旦真相泄露，传到外头，难题就更大了。这时外头突然传来了警笛声，2人吓得逃之夭夭。其实是小南播放的录音，他已经恢复了09的功能，幸好09只是被迫关机，并未遭到破坏。休息片刻后即可再次启动。多多气愤地追问时，小南才透露了真相。不久后09苏醒，从他的对话中，小南意外发现09开始有了自己的情感。作为数据研究来看，这可能成为他的保命法宝。小南又一次请求多多帮忙，现在09的位置已不再隐秘，必须立即转移地方，自己也深陷困境，因此希望多多能够帮09找个藏身之处。阿俊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主动提出愿意暂时收留09，这样阿俊就住进了他女友的前男友的家。阿俊拿出被子，安排09今晚就睡沙发。09却不满，你家有7间房，凭什么不给我住一间？多多一个人独处，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稳觉，却被一个黑衣人闯进房间惊醒。多多被吓得尖叫出声，黑衣人摘下帽子和口罩，是09。因为他太想念多多，偷偷跑了回来。2人本在享受甜蜜时光，突然一块石头飞了进来。09立刻出门查看情况，却只找到门口的一个盒子，盒子里放着，里面全是警告多多离开阿俊的照片。多多惊恐失措，这才明白阿俊为何之前的态度。他跑到阿俊家，怎么喊也不开门，就自己开门进去了。恰好遇到出门的阿俊，2人无言。阿俊突然昏倒，他原来在发烧。09赶到见状，感到一阵心疼，只好自己回家，让他们有个独处的空间。09又审视那些照片，意外发现了线索，便去找阿俊，希望共同保护多多。多多正受威胁，照片是关键线索。在这模糊的照片中，09分辨出摄影者的戒指花纹。阿俊怎么看
都没看出来戒指，但还是决定试试。第二天到公司，09就认出戴戒指的人，正是他曾经打过的阿焕。他们制住了阿焕，质问他是否是幕后黑手。阿焕满脸困惑，对所指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戒指是别人的礼物，出现的竟是公司的阿强。阿俊觉得难以相信，但事实就在眼前，控制不住愤怒，冲上去打了阿强一拳。阿俊展示照片，阿强还在狡辩，装作无辜的样子，但骗不过阿俊，最终露出真面目。这一系列的威胁恐吓，导致阿俊和多多分开，都是阿强所为。他这么做，全是为了让阿俊专注赚钱给他。阿俊气愤地走了，阿强却不以为意，拿手机记录下自己被打的样子，打算再来个更大的计谋。见到阿俊和多多和好，09感到了威胁，孤单地坐在路边，被大黄踩在脚下。凭着自己知道开机密码，大黄得意地挑衅09，但09力量完全占上风。大黄痛苦又羞愤，想强行让09关机。他试了好几次，09完全没反应，换了好几种语言，一个个尝试过去，还是没用，反被09讥讽。看着09靠近，大黄吓得落荒而逃。为了保住工作，大黄瞒着上司去找戴安娜，把09被盗的事如实报告给他。遇上这样狠角色的女人，他们要怎么应对？财阀小姐花重金制造智能机器人男友，却被别人夺去。得知玩具被抢，戴安娜立刻找到多多家，正巧多多陷入与前男友阿俊的情感纠葛。09独自一人，不对独自一击，留守家中，因自己的设定而难过，毫不知情戴安娜已经到了他旁边。他打算带走09却纹丝不动，显然是太难过了，系统可能出错了。多多回家看到戴安娜，想把她赶走，结果激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当着多多的面亲了09，多多目瞪口呆地看着。09经过了重新启动，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存在。他现在叫扭钻路09，在他眼中，戴安娜是他的新主人。他们准备一起离开，多多试图阻止，09却蓦然推开他。戴安娜趁机嘲讽他，讥笑多多，提出让多多去他家。两人甜蜜地离开了。多多呆立当场，无所适从。财阀小姐为新玩具举行欢迎仪式，她的新玩具是个机器人。仆人端来了抽奖箱，戴安娜让09抽签。原来他为09准备了新名字，09抽到了 Ken， 戴安娜异常兴奋，但09早已知晓，所有抽奖纸条上都写着 Ken。 他为09购买了许多名牌服装，让09一一试穿，就像是在玩芭比娃娃。换上新装的09让戴安娜非常满意，她正要仔细观赏，却被仆人不慎撞到。她拾起地上的剪刀，嘴上虽说没事，却狠狠地刺向仆人手心。09下意识地呼喊仆人，向他求助，但09并未介入。他忘记了与多多的过往，他现在仅仅是一个听命行事的机器人，这让戴安娜更是满意。他留下这些无趣的仆人，带着09回了房间。第二天早晨，09静静地坐着，只有接到戴安娜的命令，他才会说话。戴安娜为他画了一幅极抽象的画像，他准备再画一幅。这时管家赶来报告事情，访客来到了门前，是多多找到这个地方了。他对这豪华宅邸并不感兴趣，他是特意来找09的。看到戴安娜把09当作玩物，多多感到心酸。戴安娜却在他面前宣称所有权，告诉他想要机器人就去买一个，不过需要100亿而已，讽刺他似乎连100亿都拿不出来。多多试图与09交谈，09却纹丝不动，因为没有收到主人的指令。直到戴安娜点头同意，09这才看向多多，但依然冷淡如初。多多冲上前去，试图唤回09的记忆，但他哪里比得上机器人的速度，几次尝试都被09轻易制服。他用一根手指就把他推进水池。戴安娜看了哈哈大笑，还拍下了他落水的狼狈样。但多多并没有因此放弃，第二天仍旧在他们家门口等待。陪同戴安娜逛街的09偶然遇见了阿俊。阿俊看到09装作不认识，感到非常不满，责怪他旷工好几天还装生疏。09却装作不知情。这时候戴安娜走了过来，将阿俊误认为是服务生。见到之前总跟多多在一起的09，现在却与另一个女人亲密。阿俊认为09是个花心大萝卜。多多尾随他们来到了酒店，却被服务生挡在门外，告诉他不是 VIP 不能乘坐电梯。这时阿俊也来到了酒店，凭借他帅气的外表，成功让多多得以进入酒店顶层。财阀小姐带着新男伴来到酒店，却只有一个人的预约。服务生以为这是富人的特殊爱好，没敢多问，便带他们乘 VIP 电梯直达天台。但这样的约会很快让他觉得乏味。他看向天台下的繁忙交通，戴安娜忽然回头问09，你能不能从这楼顶跳下去？从几十层高的楼宇一跳而下，哪怕它是最坚硬金属制造，摔下去也难逃一破碎的命运。此时戴安娜质疑他的忠诚度，因为机器人要无条件听主人的。09毫不迟疑地回答了，他轻巧地爬上了天台的边，眺望着下面的100米高空。就在他准备跳下的时候，一只手抓住了他，幸好多多及时赶来，阻止了09的跳下行为。多多气愤地质问戴安娜，为何要09做危险之事？戴安娜却说09不过是玩具，就算坏了也能修好，反正他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他作为主人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多多没权利多说什么。09仍旧只听他的指令，
无情地将多多推出门外。戴安娜和林九又剩下2人，但她仍然觉得无聊，不知他这次又会如何待她。女孩摘掉了她的手套，露出了机械假肢的手，面前的男人却毫无变色，甚至夸她的手很美，因为她自己也是机器。原来戴安娜小的时候，家中曾发生过大火，亲戚们为了争遗产，竟对她视而不见。她从此失去了右手，也不再信任任何人，所以她才造了09，一个绝对听命于主人的机器人。她的勉强笑容令09觉得很是心疼。这一刻，戴安娜心生波动，2人准备一同离开。09突然捂着胸膛，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女孩。戴安娜怎么呼唤也无反应。公司对09进行了检查，但查不出任何问题。09醒来之后，戴安娜决定带他去瑞士总部进行维修。当他们俩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多多又来到了这儿，想换回09的记忆，但还是没成功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忽然下起大暴雨，09胸口的不适再次出现，他想起了与多多的往事。汽车的方向盘突然失控，车子停了下来。09不听戴安娜的劝阻，跑进雨中去找多多。此刻的多多感到失落，没注意到后面的车。09把他紧紧抱住，在倾盆大雨里，多多终于明白，他爱上了这台机器人。他们回到家以后，09给多多做了美味的晚餐，2人的日子又恢复了宁静与甜美。小南去找部长，把09懂得人类情感的事报告了，被视为罕见的奇迹。09的情感数据对研究极为重要，部长也被说动了，承诺会设法保留09。但戴安娜不那么容易打发，她已经找到多多的家，想强行带走09。在她眼中，09就像一堆废铁，她只想把它带回去，亲手销毁。09忙着对付保安，却没看到戴安娜正向多多靠近。2个女孩为了一个男人，居然互相斗殴。戴安娜用机械手抓住多多的胳膊，威胁09若不跟她走，就会折断多多的手腕。看着09为了自己不得不屈服于他，多多决定出钱买下09，不论是100亿还是1000亿，他都要留下09。但一查银行存款，哪怕把家产都输光，他还是买不起。小南帮他谈下了个最低价，即使从100亿降到了10亿，多多还得分期付款好几十年。等到他还清了款，他都99岁了。多多痛下决心签了合同，09终于真正属于他了。这时候同事来拜访，小南立刻认出了那个曾经见过一面的小丽，便决定了要加入多多的化妆团队，为的是能多接触女神。但他实在太瘦弱，连提油漆桶都吃力，结果弄得小丽全身都是油漆。小丽对小南的第一印象就不好，现在更是厌恶至极，准备做清洁工作。出门又遇见了小熊，这真是奇妙的缘分。09为了帮多多还债，就去当了替身演员，碰巧和阿俊一起演戏，只是一场排练，但2个情敌却动起了真格，一剑下去把09的衣服割破。可是导演一碰那把剑，手就被割伤了。阿俊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刚才剑划过的09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偷听了小南的谈话后，阿俊开始怀疑09的真实身份。回到化妆间，多多开始给阿俊化特效妆，2人之间气氛有些尴尬。妆化好没多久，阿俊就出了意外。这位顶尖明星化妆后突然出现严重过敏，原来是花生导致的。阿强当众给了多多一个耳光，追问他为何要害阿俊。09欲前去，却被小南挡住。面对阿强的逼问，多多无言以对。这时阿俊从医院回来了，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他突然紧紧拥抱了多多，他非常了解多多的为人，明明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，多多不会故意伤害他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，小熊立刻帮阿俊说清了情况，隐瞒了他们之间的旧情。导演叫来了化妆组，调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化妆品里本不该有花生成分，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的鬼。多多记得他见过一个陌生人从化妆室走出，那个人可能就是凶手，但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就算不是他们直接做的，也逃不了管理不善的责任。多多主动辞职，把责任全都承担下来。他向导演求情，希望其他的组员能保住工作。阿俊这时想起了之前见过09和小南的对话，开始怀疑是不是09搞的鬼。究竟真相如何？男人不慎打翻了热水，但他却完全没什么反应，他的皮肤甚至没有红肿，好像根本就感觉不到热。回想起09以前说的奇怪话，连被刀割都毫无损伤。阿俊似乎明白了点什么，他拦住了09，提出了重要的质问。09感到自己被误解了，但他无法辩解，因为他真的不是普通人。所以当阿俊被算计因过敏而入院时，第一个被怀疑的是09。他查了剧组的监控录像，发现那晚一个和09身材相似的人进入了化妆间。为了查清是谁在害多多，阿俊深夜独自来到了拍摄现场，却看到现场已经被人清理干净。他走进了屋里，居然有人抢在他前面一步。阿俊悄悄地接近过去，眼前这个人正是09。原来他也是为了调查而来，还发现了嫌疑人的足迹。昨天小南弄洒了油漆，因此曾进化妆室的人鞋底都会沾上油漆。09便询问阿俊的鞋码大小，这让阿俊感到很不舒服。2人原本互相猜疑，现在终于消除了误会，决心共同找出凶手，为多多洗清嫌疑。第2天，阿俊把所有人召集起来，以道歉为名，准备给大家发鞋。等了许久，终于等来了一个穿号鞋的人，他的鞋底正沾有油漆。09投来一个眼色，
阿俊马上就懂了，把那人单独叫到休息室，追问他为何要害多多。在阿俊的压迫之下，凶手只好坦白，他只是收了钱去办事。阿俊带着他出现在众人前，当众承认自己是凶手。阿强立刻慌乱起来，要求出示证据。09随即拿出了那双沾油漆的鞋子。阿强无话可说，只得当众向多多道歉。多多也重新回到剧组，继续做他的化妆师工作。阿俊回到了休息室，阿强急忙向他说明情况，坚称绝不是他指使凶手，但阿俊根本不买他的账，并让小熊发布声明，解除与阿强经纪公司的合约。阿强走出房间，脸上仍然带着自信的神情，得不到的东西他就要毁掉。而阿俊到了多多家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人类居然已经发明出透明的平板电脑。但更让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，阿俊发觉自己日夜相伴的经纪人居然是一名机器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地球真的要被机器人统治了？09急忙夺回自己的使用手册，生怕这家伙真的按说明书操作自己。阿俊却气愤地抓起他的衣领。这时多多匆匆赶来，阿俊以为他对09的真实身份还蒙在鼓里，嘱咐他远离09，但多多神情却很从容，早已看穿了一切。没想到自己竟然是那个不知情的傻瓜，既然已经掩饰不住，09只好坦白，承认自己是个机器人。阿俊在网上查找机器人的相关图片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人类文明的进步怎么就把他给落下了？他怎么会不知道世界上竟有如此先进的机器人存在？正在头痛这些事情时，阿焕又出现在他面前挑衅，故意侮辱多多，就是要激怒阿俊，目的就是为了挨这一拳，然后装作伤势很重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还诬陷阿俊有暴力倾向。阿强更是拿出之前被打的照片，谎称自己长期受到阿俊的欺负。消息一旦曝光，立即有成群的记者堵在门外，让阿俊不敢回家，只能提着行李暂时住在多多家里。这样的居住组合真是尴尬，他们该如何相处呢？此刻女孩感到非常尴尬，右边是自己的新前男友，左边是机器人现男友，多多就坐在中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只好让他们开始吃饭。几句话还没说完，两人便开始互相讽刺，一触即发。多多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皇帝身边围绕着众多嫔妃，可他为何仍然寻不到快乐？多多刚夸09的手艺好，阿俊就忍不住吃起了醋。09听了满脸的委屈，多多立刻斥责了得意忘形的阿俊，这滋味儿像是在养两个儿子。但阿俊心里始终有顾虑，他认为09既然是机器人，留在多多身边可能会有危险，或者有天他失控了伤害到他。阿俊在09房间里搜遍每个角落，试图找出09潜在的威胁，但什么都没有找到，这让多多更失望。当多多打开房门，看到09正站在门外，这样的09怎么会伤害他呢？阿俊感到非常受挫，自己竟然不如一个机器人。因为喝醉了酒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口干舌燥，嘴里喃喃想喝水，竟然真的有人递来了一杯水。阿俊喝水抬起头，看到小南跪在自己面前，他恳求阿俊不要把09是机器人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，因为一旦被公开，09就会被原公司收回。阿俊总觉得事情不简单。就在这时，戴安娜竟主动找到了他，声称他才是09的真正主人，并邀请阿俊到他家做客。为了探查09的秘密，阿俊接受了他的邀请，但这位心狠手辣的女人真的只是想请他做客吗？一线男星被邀请到富家女子的家中，谁知茶中竟被下了药，阿俊立刻失去了意识，被保镖扶回房间。接着戴安娜打开一个箱子，箱子里竟然躺着另一个阿俊，原来这是09的升级版机器人10号。戴安娜给10号一个吻，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了。一看这架势，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，这机器人做得太像真人了，连鼻毛都能看得清楚。等到阿俊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锁在屋子里，明明也是个大明星，怎么连张床都没有？一摸口袋，手机也不见了，想去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却被一群彪形大汉拦住。他们虽然限制了自由，却还提供了好吃的好喝的，原来是被软禁了。阿俊想逃出去，但对方人多势大，他们根本不担心有人会来救阿俊。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无礼，多多却挣脱不了。直到09来了，那人这才松开手。趁着两人独处的机会，09直截了当地说，他早就看出来，眼前这个不是真正的阿俊。09伸手去拉10号，却被他迅速反制。力大无穷的09竟然被压制在地上，用尽全力也挣脱不了。这时候被软禁的阿俊碰到了自己的粉丝，被大财团的小姐软禁，小姐的女仆竟是他的粉丝，还向他索要签名，这让他灵机一动，提出要和粉丝合影，还叫门口的保镖一起入境，但说光线不好，需要换个地方。就这样换了个拍摄位置，慢慢的靠近了门口。阿俊趁机冲了出去，然后把他们锁在屋内，用女仆的手机联系外界。考虑了一番，最终决定发短信给09。这时其他保镖赶到，把他手中的手机夺走了。阿俊选择了主动投降，自己回到房间里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外面有打斗的声音，那声音比放鞭炮还响。他好奇地凑上前去看个究竟，正贴在门上偷听，门突然被打开了，09出现在门口。阿俊顿时眼前一亮，原来刚才那些声响是保镖们在挨打的声音，戴安娜却在拦着他们。这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，这个疯狂的女人
对多多做了坏事。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抓到09，他只好请阿俊去救多多。握手的时候，偷偷传了张纸条给他。此刻多多已经遇害，被骗到了荒野。他那些奇怪的话让多多起了疑心。多多借口要透气离开了车，面不改色的和10号聊天，聊起以前旅行时他们一起吃的花生酱三明治。10号说觉得很好吃，但真正的阿俊对花生过敏。多多察觉到了异常，赶紧往远处跑，但不管他跑多远，10号总能迅速追上。多多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10号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一道刺眼的车灯亮了。阿俊按照09给的位置找到了这里，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10号，阿俊愣住了。他被长得跟自己一样的机器人掐着脖子，这机器人竟想取代他。阿俊感到呼吸困难，差点没命。女主角却只是坐着不动，只是坐在地上呼唤他的名字。你喊他，他能听见吗？最后多多终于站起来了，他向10号亲去。既然是机器人，那么他们的关机方式应该都一样。果然10号闭上了眼，等到他再次睁眼，就认定多多是他的主人了。这编剧的脑洞属实是给我看笑了。我笑得和阿俊现在的表情一样。09来救场，但是来迟了，发现10号已经不再是威胁，他一脸懵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而10号听到有人叫多多是女朋友，也不高兴。两个机器人开始吃醋，都说多多是自己的女朋友。多多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阿俊一脸震惊的样子。09觉得受了委屈，你居然还有其他机器人。这场危机终于解决了，但又出现了新麻烦。阿俊的名声被钱老板阿强搞臭了。多多决定帮他澄清。此时装成骨折的阿焕在无人的病房里摘掉伪装，紧接着火警铃声响起，他的腿突然也不疼了，连轮椅都不要了，跑得比任何人都快。刚出门就遇到一群记者，谣言自然瓦解。多多和09露出胜利的笑容。就在两人生活恢复平静时，09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他的机械身体因为无法承受人类的情感，开始超负荷运作，系统面临崩溃的风险。09将迎来什么结局？男人的手竟然把塑料烫出了个洞，手心里露出一堆电线。09虽是机器人，却意外的有了人类的感情，这让他的系统负荷过重，面临即将崩溃的命运。小南不断寻找解决办法，最终发现总公司以前曾制造过一种冷却器，能让机器人降温，但这东西造价不菲，比造一个机器人还贵，而且卖不出去，所以早就停止生产了。全世界就剩一个，总公司也不打算用它来救09，毕竟09搞得他们头疼不已，几乎让公司破产，换谁都不会乐意。最终阿俊站了出来，因为总公司把10号机器人造成了阿俊的模样，侵犯了他的肖像权。一个顶流明星的肖像权，那可是值一大笔钱的。再说阿俊要是不高兴，把这事公之于众，公司肯定名声扫地。部长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，威胁奏效，冷却器第2天一大早就会送到韩国。但这一切都被门口的大黄听到了，他立刻去告诉了戴安娜。皮特坐飞机飞了一夜，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有人接，没想到接他的是大黄，不是部长。看到大黄拿出工作证，皮特不想再耽误时间，就把箱子交给了他。他还急着回家遛狗。部长赶到的时候，皮特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部长大声呼喊，生怕大黄没听见，他拼命追赶，但还是没追上。大黄已经开车离开了，部长只能愤怒地站在那里。得知冷却器被抢，多多立刻往戴安娜家赶。这小小的玻璃瓶造价竟高达100亿，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戴安娜正欣赏着冷却器，突然外面吵闹起来，是多多闯进了他的家。你这么有钱，怎么请个保镖这么不靠谱？结果让一个小姑娘闯了进来。戴安娜手持冷却器，站在2楼看着多多，用这种口吻，哪位坏蛋会听你的？多多更加愤怒了，我真是担心女主的智商。果不其然，激怒了戴安娜，她一把将价值100亿的冷却器从楼上扔了下去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，她摔得粉碎。事情搞砸了，最后的希望也没了。导演给多多一个特写镜头，深情地展示了他的绝望。这时候正在待机的09忽然落下一滴泪水，然后慢慢苏醒，发现自己竟能流泪，内心还有些小高兴，我是不是真的变成人了？但官方解释说，那只是因为脑里进水了。09的系统快要崩溃了，唯一办法是送他出国，重置到出厂设置。趁09休眠时，戴安娜悄悄走了进来，她想看09崩溃的场面，满足他变态的心理。没料到09手里突然着火，烟雾警报器大作，房门自动关闭隔绝火源，也把戴安娜锁在里面。机器人的意外起火，把来围观的大小姐困在了房间，火势愈发猛烈，门却打不开，房内浓烟密布，很快触发了警报，顶部喷头喷出大量水雾，可是火势仍旺。戴安娜害怕的蜷缩一角，这情景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火灾，还有家人的背叛。这时管家终于赶到，将房门打开。戴安娜不愿意和他一起走，管家就留下来陪着他。他的忠诚最终打动了戴安娜。这时09醒了，他们3个人一同离开了现场。戴安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向09道歉。她决定当晚赴纽约深造，以后不再回来干扰他们的生活。可是09太爱多多，宁愿带着回忆走向毁灭，也不愿删除记忆，仅为了生存。因为09有自我意识，
多多尊重他的选择，他们共度了最后的快乐时光。终于到了那一天，09带着共同的记忆，永远的闭上了双眼。在即将送往销毁的那天，多多泪流满面的对他倾诉，并给了他离别之吻。但他离开后，09竟然奇迹般地动了起来。他看到窗外飘着大雪，多多戴上帽子准备回家，突然一把伞出现在他头上，是他心爱的09回来了。从此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